嗨，大家好，这里是 Eric 凯的电台，我是 Eric。这个夏天穿短袖啊，能不能撑起空荡荡的袖管，就能检验你的手臂训练到底有没有达标。有的人练了4年、5年，臂围也没起来，2头细长，3头干瘪，而有的人才练了几个月就逼近40大关。当然，这里面不排除这个个体差异的因素，但是也该对自己的训练方法进行一些修正了。而这一期，我将给大家讲一些肱二头肌的训练技巧，以及指出几点常犯的错误。大臂的肌肉主要包含了负责伸肘的肱3头肌，以及负责曲肘的肱2头肌和肱肌。肱2头肌正如其名，包含了2个头，一个是靠外侧的长头，一个是靠内侧的短头。想要让二头肌显得更加高耸，就像阿诺，除了二头肌肌腱较长之外，这主要得益于长头的发达。通常我们进行的这个常规训练动作，比如说杠铃弯举、哑铃弯举，都能同时募集到长短头。但如果想要着重发展长头的话，就可以在常规的动作上加一点点改良。这里我推荐上斜蹬哑铃弯举，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动作。在刺激肱二头的同时，能更侧重于外侧头。座椅靠背最好介于45到60度之间，再低的角度可能就不太适合了。过程中呢，一定要确保大臂始终垂直于地面，且每次动作都要将哑铃下放到最低位置。肱二头肌的训练通常用的重量都不大，主要以向心收缩和离心收缩为主的这个弯举类动作为最常规的训练方式。向心收缩可以简单理解为抬起重物的过程，而离心收缩则是慢慢下放哑铃的过程。它们都存在一个肌肉长度的变化。当肌肉习惯了这2种受力方式之后，它们的应激反应更小，适应性会更强。所以我们可以偶尔穿插一些等长收缩的训练。何为等长收缩？正如其名，长度不变即为等长。我们可以找任何一种负重形式，可以是自重的悬垂，反手窄握横杠，将肘部屈曲在90度左右，时间坚持的越久越好。或者你也可以采用绳索设置一个拉不起来的重量。为了避免受伤，我们不能从手臂打直的时候就开始发力，而是直接找到一个能让肘部屈曲90度的高度，再发力，然后保持住。其实所有的拉力复合动作几乎都能带到肱二头肌，比如说引体向上、划船、硬拉等等。所以我们在此之外，可以就采用单关节孤立动作来训练肱二头肌，比如我们刚才说到的杠铃弯举、哑铃弯举，以及训练二头的固定器械等等。这里我再推荐大家一个动作，就是集中弯举。这个动作也是阿诺经常拿来练二头的动作。根据最大自主收缩测试，几种二头弯举动作中，集中弯举的肌肉激活程度相对来说是最高的。我们只需要找一张凳子坐下，双腿分开，将肘部靠在膝盖内侧并固定住，不要来回的晃动，然后以最大幅度来完成动作。当然，如果你肘部固定的比较好的话，我们还可以通过站姿来进行完成。在进行弯举类动作的时候，当我们把肌肉收缩到底，这个时候肱二头肌处于最短也是最紧张的状态，我们可以不用着急的下放哑铃，而是有意的延长维持这个状态的时间，这个就叫做顶峰收缩。具体的时长没有标准，通常来说1到3秒之内都会比较常见，再长的话难度更大，但是也可能让你会很难完成目标个数。顶峰收缩的意义在于不用通过增加重量和个数的形式就能达到增加每组的这个困难度，从而加大了目标肌肉的代谢压力，这个对肌肉的增长是有一定帮助的。通过我的观察，有一部分人在做二头弯举的时候会习惯性的缩短行程，上端没有收缩到顶峰，当然更普遍的是下端没有下放到最底端。这样非全程的训练虽然也能刺激到肌肉，但是研究表明，通过对上臂肌肉的这个对照实验，覆盖到整个行程的幅度相较于半程训练会更利于肌肉的增长，也能制造更多的这个练后延迟性肌肉酸痛。所以如果没有特殊的目的的话，最好采用全程来进行各类弯举动作，不论是站姿弯举、上斜弯举，或者是其他类型的弯举。这个是绝大多数人常犯的一个错误，急功近利，选择了这个重量过重，导致动作变形，其他肌肉代偿发力斜方肌代偿就是其中之一。本来斜方肌在弯举过程中就应当起到这个稳定肩胛的作用，但当重量过大时候，就会通过上提肩膀来带动手臂发力，这样原本应当被肱二头肌提起的重量就被斜方肌给分担了。那么你告诉我，加重的意义在哪儿？何况还导致了动作的变形，容易带来的错误姿态和伤病。三角肌前束的代偿也是弯举中比较常见的错误很多人习惯在弯举上半程将肘部往前往上抬起，
抛开代偿不谈的话，这样确实能达到让肱二头肌更大程度的收缩，但是这也带来一个弊端。首先，由于三角肌前束的过度参与，导致代偿。此外，抬起肘部之后会使小臂垂直于地面，这样一来，在顶峰的时候给二头制造的这个阻力便随着角度的改变而进一步的减少代替。所以严格来说是弊大于利的。如果你很难规范好自己的动作，那么请适当的减轻重量，或者靠墙进行。当然，固定器械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好了，以上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几点关于肱二头肌的训练技巧，希望能帮助到各位，也祝你们臂围越来越大。喜欢我内容的话，不妨点个赞，再戳一下关注。这里是 Eric 的电台，我是 Eric，咱们下期见。